Hello，大家好，我是六花 Loca，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在跟大家宣布导读题目之前呢，六花想跟各位先稍微小聊一下。如果不想要听六花聊天的朋友，可以直接在说明栏里面找到时间标记，可以直接跳转到选择项目的部分哦。那六花的 YouTube 频道最近停更了将近快2个礼拜。那原因是因为呢，我的家人从国外来找我。那为了要带他们到处去玩，所以呢，影片就不得不停摆了一阵子。请大家多见谅，多包涵。那大家不要忘记六花，因为六花真的蛮想念大家的。OK，那已经要进入10月了，对吧？那请大家要多保重身体哦，因为季节交换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或者是身体会出一些状况。六花现在住的地方早晚已经10几度了，其实还蛮冷的。那预计大概11月应该就会开始下雪了。不知道各位最近还好吗？身体健康有没有出一些状况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那再来就是，我们要讲到一点有关于年运的部分哦。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讲到一些有关于年运的部分。那因为其实到了秋天，一个年的气运其实差不多就会在秋天的部分也会开始进行一个交替的一个作用。那现在虽然是2025年，但是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在走2026年的气运了。那2026年在紫微斗数上面呢，我们会提到廉贞化忌，就是廉贞星它会简而言之就破个洞。那廉贞星它本身其实是掌管规则或者是天地良心的一个星，所以呢，当它坏掉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开始疯狂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哦。所以可能进入秋天、冬天，那甚至到2026年，有听我六花频道的朋友，请大家要多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那也尽量不要去惹到一些不该惹的人，因为真的，其实2026年会蛮混乱的。那身边的家人，大家就是好好保护好，这样子。那接下来呢，廉贞化忌还有可能比较容易会显化肿瘤，或者是一些家族遗传疾病的部分。那如果自己身体上面有一些状况，有一些警讯的朋友，千万不要拖延，请尽快的去看医生哦，要乖乖去看医生。那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也一定要记得去，不要忘记了。OK，那我们来宣布我们今天导读的主题吧。今天的主题是：最近2个人的发展将会如何呢？为大家准备4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大豆仙贝和书的卡牌。第二个选项是盐味仙贝和信件的卡牌。第3个选项是酱油仙贝和镰刀的卡牌。第4个选项是大豆仙贝和月亮的卡牌。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张卡牌，或是选择现在自己很想要吃的仙贝口味。如果2种以上都觉得很在意的朋友，也可以两边都听听看，那把自己比较有共鸣的部分挑选出来，那做个记录也很好哦。OK，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或者是留言给我，好吗？ OK， 那我们就开始吧。OK， 我们先来看第一组，选择大豆仙贝和书本卡牌的朋友，两个人最近会有什么样子的进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对方现在的一个感情的状态。那接下来要来看他对你的心。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你们两个的进展。OK， 那最后再出两张牌，一张是如何攻略，如何更快的去得到更好的发展的一张牌，跟你自己关于你自己的建议。OK， 我们来解牌吧。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上面这三张，这三张牌呢是他现在的一个感情的状态哦。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有钱币国王倒着，跟魔杖十倒着，这两张牌我会觉得你们两个现在的感情进展应该是处在一个比较停滞，可是并不强求的一个状态。因为钱币国王他如果倒着，就是会是比较，例如说有点不满足的部分在里面不满足。那倒着的钱币国王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可能你们两个彼此之间会是有距离的，那或者是有时差，你们两个可能只能够用虚拟的一些工具对谈，例如说，可能在不同的国家，或是不同的城市，那甚至或者是可能工作的时间搭不上线，你们可能彼此联络都是用 SNS 或是用 Messenger 这样子。用 LINE 联络这样，所以是一个比较虚幻的、虚妄的一个状态在联络哦。但是因为魔杖十它是倒，所以你们其实我会觉得他面对你们的关系会是一个比较放松、顺其自然，不会去强求的一个状态。因为他自己本身其实对于现状并没有感受到很沉重的压力。那这个皇帝这个皇帝的牌，我会觉得是说，他可能在计划一些之后可能要跟你见面，或者是可能计划一些你们之后的事情。
就其实我觉得他心里面是有一定的规划的，不是无作为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从这样看起来，我觉得他现在目前虽然放松，但是他对于你们将来的展望是积极，而且是有计划性的哦。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放心。那接下来中间这3张是他现在目前对你的一个心情感情。那我会觉得你们现在可能真的时机搭不上线，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时机啦。例如说，有可能是彼此可能，例如说留学、游学，像我有学生就是2个人就是彼此都在留学这样子。那还有就是可能真的就是工作必须一个人在外地工作，那又或者是可能现在彼此身边都有一个人，或者是复杂恋爱，就是彼此都有家庭之类的。OK， 总之你们的目前时机是卡住的，就是没有办法进展的，而且是非人为，就是老天爷就是没有办法让你们有所进展。那因此他会觉得你们2个之间的关系目前要发展，其实真的是比较困难，就是比较困难的一个状态。只是我觉得他本身也没有说想要强求，或者是真的很贸然的就为爱奔走的那种。所以他可能自己本身也不会说去做一些很蠢的事情，就例如说直接马上就跑到你家楼下，或者是就是直接坐飞机去找你之类的。那他从这2张牌愚者、盗者跟魔杖10，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现在目前对于你们停滞的状态是一个放松，而且顺其自然，不强求，但是内心还是积极的、有计划性的在面对。因此我觉得状态是还不错的。那接下来看你们2个接下来的一个进展哦。那死神盗者，我会觉得你们2个的关系如果你们现在是已经交往了，那就是保持交往的状态。那如果你们2个现在是还在彼此有好感暧昧的状况，那就是不会改变。死神盗者代表是不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因此我觉得你们现在的关系就是还是维持现状，只是因为我们有钱币 S， 所以呢他之后可能有一些计划吧，有一些可能例如说可能去找你之类的。那我会觉得你们2个感情是会加温的。那心里面那个感情的部分是会有发展有进展，然后而且我觉得是开心的，我就是2个人在一起是很开心，而且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可以见得到面但是还不是现在，就可能近未来吧，3到6个月之间，就是可以见得到面，然后关系维持现状，不会进入下一个阶段，但是你们2个的之间的距离会拉近，那会是开心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很不错。我觉得你卜算那个人，其实我觉得他内心应该是蛮成熟的一个人，就是不是小孩子啦，就不是那种你知道，就是很疯狂的就直接去找人的那种所以我觉得他内心应该是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沉着稳重不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就太暴冲这样子。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怎么样子面对他，可以让你们2个的关系变得加速就是变得越来越好，或是加速你们2个的发展。这是宝剑七宝剑七，因为这张牌其实本来在塔罗里面它会是比较是会偷偷摸摸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在这个牌面上，我会觉得应该是第一个，我觉得你们可能真的忙里偷闲，
就是你可能在某一些可能稍微下课的时间啦，或是中午稍微放饭的时间就联络一下。我觉得在一些小小的琐碎的时间里面，稍微关心一下对方，去跟对方稍微聊个天，说个话都好。那另外就是，可能你在面对他的时候，可能需要多一点点的小聪明、小技巧。就是不要浪费时间太多，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彼此都很忙，就是有各自要忙的事情啦。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效率的去发展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会蛮重要的。OK，所以就想好，那用一些琐碎的时间去稍微关心一下，那不要拖拖拉拉的，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就是意思有到就 OK， 这样子。好，那再就是你这边该怎么做？我会觉得这边出现教皇道者会有几个点。第一点就是，我会觉得有时候可能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种就是蛮守规矩规则的一个人哦。那如果是的话，我会觉得有时候你可能在呃，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有些人会觉得说什么工作的时候，或是可能上课的时候，手机绝对要关，然后讯息绝对不回之类的。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可能规则的观念，或者是一些怎么讲啊，就是对于一些规规矩矩，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就不要那么的生硬，这样子。就例如说，可能真的是上班的时间，那对方打来了，或者是有讯息，你就稍微回一下嘛，就是也不碍事啊，好吗？就不要想说不行，反正我一定要等到下课，我一定要等到下班我才回这样子，好不好？那有时候我觉得就多一点的柔软的进对应退会更好。那再来就是，嗯，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的，就是比较关系错综复杂的状态的话，我就例如说彼此都有人，或者是彼此有家庭的一个状态的话，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稍微把自己的一些束缚，稍微道德上面的束缚，或者是一些精神上面的束缚，稍微放松一点，我觉得可能会更好。我就是不要对自己的内心太过于苛求，有时候放松一点吧。就是我觉得人其实每天开开心心的活着，真的就已经很困难了。所以，有时候不要太为难自己，好不好？我们不要太为难自己。那也不是说做什么天大的坏事，那多顺从自己的心，即便我们的心是有一点点踩在灰色的线上，那也就踩一下吧，好吗？那再来就是我们的 key card。Key card 是书哦。那我们之前曾经有说过，我们的雷诺曼牌的书，其实有代表就是一个秘密的，就是不能够公开的一个恋情或一个状态哦，这是其中一个意思。那刚好就是对应我们的命运之轮是倒着哦，甚至可以对应到我们的法皇教皇倒着。这几张牌其实都有彼此互相有呼应哦。那我会觉得你们现在如果是一个错综复杂一个状态的一个感情状态的话，那我觉得就保持你们现在收在心里面，收在彼此心里面秘密的一个状态，这样子。OK，那如果是要各忙各的，就是跟
可能复杂恋情没什么关系，只是单纯因为各忙各的。那我会觉得你们就是专心忙自己的事情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书也有就是代表学问、学习或者是进修的意思，所以我会觉得，如果各忙各的，就先各忙各的。反正我觉得他其实内心是一个轻松放松状态，也没有说很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成熟的处理的一个方式。那你们之后会有进展，所以等时机到了，你们自然而然就可以见面。那自然而然你们的感情就会往下一步、下一个阶段走。所以现在先不要急，戒急用忍。那好好的先把自己的事情忙完，这样子会是最好的一个状态。OK， 好，那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K， 我们来到第二组，选择盐味鲜贝和信件卡牌的朋友，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接下来将会有什么进展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先来看一下现在的感情状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对于你的心，对你的感情。接下来看你们两个人的进展。我这边稍微出个补充牌，稍等一下。那接下来出2张建议牌。这一张我再出一个补充牌哦。
OK， OK，我们开始吧。那进行解牌之前呢，因为这次的牌面是真的比较特殊，属于是比较复杂，或者是可能三角恋情相关的内容。如果目前你是完全单身，或者是真的你自己知道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那请就马上就是选择其他的选项去听听看，这边的内容就不要听了。那或者是如果你今天的状态、精神状态、身心灵真的很不适合听太不舒服的内容，那也请你就是看要转个频道，或者是听一下其他的选项，这样好吗？那我要开始咯，我要开始讲咯。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三张，最上面这三张是他现在的一个感情状态哦。那我刚还有多抽一张补充牌，我们看到了教皇倒着跟宝剑2，我们就可以直接联想到会有另外一个人，因为教皇倒着代表一个背德、不道德，或者是不守心灵上面的规矩的一张牌。那宝剑2也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意思，就是有另外一个人的意思。OK， 那在这边我还稍微就是抽了一张补充牌，就是另外的那个人跟他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他面对那另外一个人他是什么状态呢？那我抽了这张牌，这张是魔杖国王，那所以我觉得他目前对另外一个人比较而言，我觉得他是比较喜欢另外一个人的，就是喜欢另一个人。那可能想要在他面前表现得很好，就是很酷帅、很漂亮，然后很有 sense 之类的。而且对于他另外那一边的热情，其实是比较多的，就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样子。OK， 痛的东西我们就不要多讲了。那还好吗？OK， 好，那这三张是有关于他现在目前对你的一个感情的一个态度跟想法哦。那我会觉得这张钱币 S， 我会觉得他是比较对于你，他是一个就是责任，就是个责任，这无关你是小三小王，你是正宫还是什么样子的位置哦。就是你这边他对于你的感觉，对于你的想法就是一个责任比较多一点。那因为我这张牌我还有出了一个补充牌啊，那补充牌是钱币4，那所以我觉得他基本上在你这边其实比较没有那么的上心，比较没有把你放在心里哦，很明显，这对比非常强烈。那甚至我觉得他可能对外就是除了粉饰太平之外哦，就是这张正义，我觉得他会拥有两边，可是他会希望自己两边都是有顾虑到、有顾到，然后公平公正的一个感觉。然后表面上好像就是自己没有做错事，自己是对的，没有问题的。就是他会表面上也不是说装，就是表面上会呈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自己没有问题，自己没有做错的事情，所以但是私底下他其实很明显就是有另外一个人这样子。那他在面对你的时候，或是在跟别人提到自己的感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是把你盖着耶，就是
可能人家说，诶，那你的老婆、老公，或者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呢？他可能就会讲这个人，他不会讲你，就是或者是他比较多会讲这个人，所以他会把你跟他的关系，如果你是小三小王，他会把你的关系，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给秘密的盖住，就是不会让人家知道。然后，或者是可能在说感情的事情的时候，他不会提到你，是会提到他的。OK，那接下来这个圣杯九，让我想一下哦。我会觉得哦，我会觉得他虽然对你只是一个责任，然后也不喜欢跟别人讲到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然后也其实没有把你放在心上，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没有想要真的把你，没有想要真的把你放掉。然后，可是我觉得他在很多的想法或者是处理事情上面是很自私的。然后，我觉得他可能对你的态度也没有说很好，嗯，因为圣杯九，那我觉得他可能会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啦，或者是觉得自己很好，然后就觉得你可能已经没有那么漂亮，没有那么帅气这样子，我就是有点比较从上往下看你的那种感觉，这样子，从高处看你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很多时候可能，例如说花钱都花在自己身上，不太会真的去疼你这样子，OK 吗？好，这个有点伤心诶。好，然后再来就是接下来这三章是你们的接下来近期的发展哦。那我会觉得有可能你或者是他真的就是会离开，也就是例如说可能会分手，或者是真的会前往下一个阶段、下一个目标了，就不会留在现在原本的一个状态了。那我觉得你们之后的沟通会开始变得比较有一搭没一搭，就是讯息很多都是不读不回，或是已读不回，就不太会接受这样子。那也不太会，呃，就对方可能有什么样子的状况，你也不太有一些反应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我真的觉得你们的状态会完全完全呈现一个不好的状态，可能会被打破，这样子。嗯，OK，那所以我觉得这几个牌面的状态来看，我真的会觉得，也许你们会真的走上分手或离婚的一个道路，尤其又有这个信件哦。这信件原本是好的一张雷诺曼牌，但是他在这边我怎么会觉得有点像是，嗯，就是可能一个自白书哦，就是或者是一个离婚协议书，或是对对方的最后的一个讯息这样子，嗯，会有这种感觉哦。OK，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是有关于建议哦。那魔杖七，
魔杖七的话，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之间，我觉得你就不要再倔强了，就是我觉得你不要再紧紧的抓着，然后或者是想要去做一些抵抗，做一些反抗，可能会对你比较好。因为这张圣杯国王也是代表着，就是我觉得你要多疗愈自己，然后多放开心，就不要一直想要去跟他争些是非，争个对错，或者是想要去不甘心、不甘愿的去抗争，去 fight 什么，我觉得真的就是不要了。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个人他真的心已经没有放在你身上了，那就真的不要了，好吗？因为我真的觉得你这样太苦了自己。那圣杯国王的话，就是要对自己好，那放开心，放宽心，心放宽了之后，就海阔天空了。OK， 好，内容其实有点痛。那如果真的有吻合你的状态，有呼应到你的状态的朋友，六花会真的希望你不要太委屈自己。那我觉得人生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要为了一个不疼惜自己的人，把自己困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把自己弄得很狼狈，我觉得真的不值得，好吗？ OK， 那第二组的朋友，我们今天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第三组，选择酱油仙贝和镰刀的朋友，接下来两个人的感情将会有什么样子的进展呢？我们来看看哦。先看一下对方现在的感情状态。接下来是他对于你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态度跟想法。最后是两个人的进展。我出一个，这两张中间我出一个补充牌。
最后出2张建议牌。OK， 我们开始解牌吧。首先，我看到这个牌面哦，我会觉得，会有几种状况哦。有可能是你可能喜欢他，那他喜不喜欢你，你可能不知道哦，或者是可能你们彼此有点暧昧，那或者是可能已经是超级老夫老妻的一个状态了。OK， 那我开始讲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上面，这是他目前的感情状态哦。那其实我们这两张都是国王，所以我觉得你算的那个人，他应该是蛮受欢迎的人，就是应该蛮多人对他好，蛮多人喜欢，甚至追求者可能，可能不只是只有你。那可能有复数以上的追求者，或者是就算你们两个可能已经是在一起的状态，那可能他应该还有其他的红颜知己或者是蓝颜知己这样子，就是他其实身边围绕着蛮多的人对他好的。这2张都是国王，而且都是正的，就代表是蛮好的人围绕在他身边哦。OK， 那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状态呢是，其实我会觉得你们两个，无论你们两个有没有在一起哦，我会觉得他现在目前对于感情的状态是一个比较不想要去接受感情，就是可能就算有人追，他也不会想要踏进感情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就算他有那么多人去追求，你们两个现在假设是在一起的，那他有其他人去追求他也不会想要接受，就是有人对他好，但他并没有去接受别人的追求，接受别人的好的一个状态。那甚至我觉得他自己本身可能最近对感情有点疲累，或者是可能就是不想要这样子。好，那但是可是他又有一个这个宝剑骑士在这边哦，那我会觉得他其实他自己虽然就是处在一个比较不动的状态，但是我会觉得他身边周遭那个感情的气流，就是感情的一个流动，其实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会觉得他虽然自己本身可能还没有确定说要跟谁在一起，或是自己的心要交给谁，但他的周遭可能就已经厮杀一片，或者是可能你知道，就是可能是有一点混乱的一个状态这样子。那速度是快的，就整个感情的时间轴，它的流动是快的。那这张也可以解释成就是，我会觉得他可能最近比较忙碌一点哦，就是可能比较没有时间去管感情的事哦，就是自己可能工作、学业上，或是可能例如说家庭很多事情要忙，那已经有点忙到焦头烂额了，没有时间顾虑到有谁追他这样子。OK，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中间这3张，这3张是他对于你的一个感情状态，或是有什么样想法哦。我觉得他现在面对你，他是比较优先于自己的哦，就比较优先于自己。那或者是就是，我觉得就这样子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会觉得可能对方应该是真的还蛮好、蛮不错，或者是年纪可能比较大的人。
那你年纪可能比较轻，或者是可能例如说可能社会历练比较没有这么多，那可能你会觉得他比较高高在上，他比较成熟稳重，比较会想，比较聪明的一个感觉。那你会自己会有时候可能，就是在他面前你会觉得有点就比较孩子气，就是他也会觉得你比较孩子气一点，就有些想法，有些行为可能就比较孩子一点，不是那么的成熟稳重。那这个魔杖4呢，它倒着，我会觉得说你们两个目前可能就是，如果你们就算是已经是在一起的状态，就是已经是在婚姻或是在感情状态的话，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会比较像是，只是有个形式，没有真正在一起的感觉。我就比较就是形式，就只是两个人可能在一起，两个人住在一起，像家人一样，像室友一样这样子。那如果不是已经存在在感情关系里面或者在婚姻关系里面的话，那我会觉得你们两个可能平常就是也不会特别有联络，除非就是有一些特定的时间点例如说可能要彼此借个课本啊，或者是可能在工作上只有在业务就是要联络的时候，你们可能在彼此再又多聊几句，联络几句这样子。我就是一个比较形式上的。OK，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接下来的进展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可能你的社会历练，或者是可能年纪真的比他小吧，就是有点明显，就是我觉得接下来的很多情况还是你可能依赖他比较多一点，那或者是嗯，就是有点像是嗯。自己可能比较没有办法给他什么，然后，一直都有就是在询问他的意见啊，或是可能例如说受到他的照顾这样子。那之后，我觉得你们两个的状态，也许他本身也忙吧，所以我觉得你们接下来状态可能比较没有什么交集，就比较没有办法，就例如说一起去吃吃饭，然后一起出去玩，不是两个人在一起开心的那种感觉，就有点，就感觉好像，你们两个这边的感情会比较是停滞这样子。那甚至我觉得他可能对于你的关心也会开始比较少一点，就彼此的关心会比较少一点，可能就是他可能也忙，或者是你也忙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你会重燃你对他的那个喜欢或热情，就是你心里面会燃烧起你又很喜欢他，很想他，或是但就心里面想这样子，就心里面有这个感觉，就觉得哇，他还是很好，他还是很棒。你看到他还是觉得他好赞这样子，然后很喜欢他。但是这两张会变成是说，我觉得你自己本身也不会有一些什么实际上的行动。那，就单纯你自己心里面还是对他很喜欢，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没有去做任何的行动，或是找任何人的帮助。那甚至我觉得，如果这一张魔杖3它是倒着的话，我会觉得你们的关系，如果还没有在一起，还没有就是共同的朋友圈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也不太会把你就是他的事情分享给别人，就是也不太会想要去寻求身边的人的帮助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自己的内心熊熊的燃烧，可是周遭是个停滞的一个状态，就没有人帮忙，可是你自己也不想要去，有什么样子实际的行动。那，他那边可能忙，那帮助或是照顾，或者是可能彼此的一个问候或什么，就是变少，那也比较没有办法常常见面。那我们来看一下建议牌吧。如果你内心燃烧的话，你就多跟他展开行动啊。我觉得这样子感觉有点可惜耶。等一下再出一张，到底是不是他真的喜欢你好了。我觉得就是对啦，就是也许他可能看你比较孩子气，然后可能觉得你比较依赖他，然后那可能两个人的可能问候变得比较一个形式，或是联络比较是有必要你才会联络这样子。等一下再看看好了，我们先讲一下建议牌。这2张建议牌哦，其实都是我觉得你应该要有所行动，就是突破你自己，就是你要实际上真的有一些行动，然后就算你自己觉得有点过度关心或过度鲁莽，你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过度的关心会不会是一种打扰？那或者是可能讯息打多了，会不会他其实会讨厌或什么的？但其实是不会，就是有时候是你有点想太多了。所以反而你要多一点的去联络他，去你觉得的打扰他，会比较好一点。我不能完全没有行动。然后如果是就是孩子气就孩子气嘛，好不好？那我觉得你就实际上多展开一些行动，多去找他，多去跟他聊聊天，都好。那有事情你就去找他嘛，反正就依赖他嘛，又没关系。我们再出一张，到底你跟他有没有可能，好不好？那如果在出那个之前哦，在出那张牌之前，如果你们已经是存在2个人目前是已经交往，存在既有的一个感情关系，或是婚姻状态的话，我会觉得你可能，既然你心里面还有喜欢，那我觉得你就多关心，多找他聊天，然后例如说可能买一些东西给他啦，那或者是就是看能不能够就是有一些交流，或是有一些交集这样子，可能会好一点。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好像感觉就各过各的耶，各过各的，就2个人，即便你们2个在一起，好像感觉就各过各的比较多一点。而且要小心哦，他有2个国王在等他。就是2个很好的人潜伏在他身边这样子，可能这不只是2个哦，可能很多个人这样子，就是都对他很好，而且条件不错这样子。看一下你们2个有没有真的有可能这样子。他其实一直在等我觉得他其实在等你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在等你踏出那一步，就是等你跟他，如果你还没有跟他告白，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多表现一下。那如果真的只差告白的人，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告白试试看，就是表明自己的心意。那如果你们2个现在是处于老夫老妻，然后平常感觉就是索然无味，
可能各过各的一个状态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是直接展开行动，然后踏出热情的一步，好吗？其实对方有在等欸，太赞了，好吗？我觉得他其实是会接受你的啦，接受你的关心，或者是你的行动，或是你的真情告白。因为你看啊，他都不接受，其实就代表这两个人都这么赞了，他还是没有接受，代表其实我觉得他心里面其实还是有你的啦，好不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的 key card 镰刀哦，每次出现镰刀，好像大家有点害怕这样子。其实镰刀它本身除了就是断舍离的意思，收获成果的意思，那当然也有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意思。那在这个牌面上，我会比较倾向于觉得，有一些你之前就是那种可能不敢行动，然后或者是可能犹豫不决的部分，我觉得你就下定决心去试试，去执行，去行动，好吗？就是下定决心的一个感觉，就是破釜沉舟这样子。那还有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你自己都觉得比较不好的个性啊，比较不好的想法，比较不好的一个状态或什么的，就马上把它断舍离掉。就是例如说，也不只是例子，就不只是你自己的个性，或者是一些不好的状态。如果是像一些外表啊，就是有时候你自己用的东西，有一些太老旧的，或者是真的已经发霉了，已经状态很不好了。那我觉得就是清空，因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我觉得就是清空，它转换整个你身边的一个气场会比较好一点。那再来就是真的就是下定决心，你就冲去跟他告白，有所行动，或者是就给他一个拥抱之类的，好不好？OK，那我们今天第3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我们来到最后一组，选择第4组大豆仙贝和月亮卡牌的朋友，你们2个人的感情接下来将会怎么样发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哦。先来看一下他的感情现状。先出个补充牌。然后接下来是他对于你的感情。最后是你们2个人之间的进展。
那最后再出个建议牌。OK， 我们来解牌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月亮跟塔好了。我会觉得他现在这个，就是你卜算这个人，他现在的一个感觉，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不安、一些混乱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这有可能不只是跟你的感情，有可能是他的现在的生活、现在的家庭，或者他的学业、工作上面有出了一些什么事情，让他有点不是那么的安稳，不是那么安定。然后他其实有点不安之外，就是没自信，就是没有自信去处理你跟你的感情。那也有可能是他可能有另外一个人，只是那个人他还没有处理好。好，就是也有这个可能性这样子。那无论是怎么样，就是他现在的一个状态没有好到可以去推进跟你的之间的感情的关系，这样子。但是他内心其实是希望能够赶快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就如果还没有告白，就想要赶快告白；那如果还没有求婚，就想要赶快求婚，这样子。所以他会有一点点，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内心应该是有点急。但是呢，他现在目前没有办法下决断，就是比较优柔寡断。那我觉得他可能优柔寡断或无法下决断一阵子，就是混乱，然后不安，然后烦躁一阵子了。但他现在啊，我觉得他现在有慢慢的想要把自己拉回来，就是提醒自己要冷静，然后要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那尽量就是去先做到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个状态，这样子。所以我猜想他应该身边有一些什么事情，例如可能工作的异动啊，或者是可能学校有一些什么事情，就例如说可能搬家了或什么的。然后也有可能是就是可能之前的关系还没有处理好等等，有很多可能。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他对于你的感情感觉，还有他对于你的心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先来看这张 Temperance 节制跟圣杯女王 Queen of Cups 还有 Ace of Wands， 这三张就在的证明我刚说的，他现在的状态其实没有很好，就是他的生活或是他可能有一些事情在让他很不安，他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去面对你的感情，所以他现在是在面对你的感情的时候，他是尽力的取得一些平衡，然后他可能很想要对你很好，然后希望可以就是赶快拥有你，赶快把所有的爱都给你。可是他现在不行，他现在没有办法，所以他有点就是 hold 住自己的一个状态，就是然后劝自己冷静，应该要先做对的事什么的这样子。那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持续的对你好就是圣杯6，他有持续对你好，然后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有需要
人家聆听，需要有人陪你聊聊天或什么的，我觉得他绝对都会陪你，都会帮你。那他现在面对你是以一个比较纯粹的喜欢、纯粹的一个态度、感情去面对你的。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就是其实我觉得代表是他真的是喜欢你。那再加上有这个圣杯六的话，我会觉得说他可能真的，例如说可能你们真的认识很久，或者是你们可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哦，就是你们会觉得，即便没有认识很久，但是就是可以很懂对方。因为这张牌其实有点就是因果因缘的意思在里面，就前世今生的因果，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人真的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他觉得你啦。OK， 好，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可能要等他把这个处理完吧。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不安的部分，等他自己排除。那再来就是你们两个之后的进展，我觉得你们两个还是可以抱持着希望，就你们两个的感情还是很闪亮、很美好的挂在那里，就是有点距离，可是你会觉得还是很美好，然后你们两个的感情还是有希望在的。那再来就是，我还是会觉得你们两个之间应该会有一些大大的进展，因为有出现皇帝，所以我认为你们两个的感情应该是可以在可能等他解决，不一定啦，就是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大概3到6个月之间，我觉得你们会有个大大的进展。那或者是可能你们会有个共识，会有个共同的计划、共同的目标之类的。那你们会就是也会去实现它。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钱币六哦，倒着。钱币六倒着的话，我会觉得是第一点就是，就你们要比较小心，就是在可能关心对方之余，有时候不要太多，就是刚刚好就好了。就有时候可能会问的太多，说的太多，这样子其实反而对你们两个感情的进展不是那么好，所以就可能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有这个征兆，这样子有这个样子。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建议牌哦。我会觉得，其实你们现在目前他的状态，或者是你们现在的一个状态，是一个比较卡在那边停滞，或者是一个比较低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我觉得再过一阵子可能就会好了，所以其实不用太心急啦，因为现在刚好是一个过渡期这样子。那你就放宽心，好不好？因为既然自己无法改变，你也没办法帮他处理他的不安的事嘛。那既然这个样子的话，你就是安心的、慢慢的度过这些见证，慢慢的度过就没问题了。那再来就是 Ace of Cups 倒着和钱币10倒着 ，OK。那我会觉得他现在的状况不是很好，我觉得你不要太去推他，或是太多的一些情绪垃圾放在他身上。就是你可能让他保持一个比较舒服舒心，或者是比较能够冷静，能够好好处理事情的一个状态。那关心有到就可以了，不要太过度，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再来就是这一张是我觉得比较特别，就是如果你自己这边也有一些状态，
就是例如说，可能，例如说你自己这边还有没有分手的人就是你其实一直很想分了，可是还没有解决的感情，这个时候我会觉得你就可以自己先把你自己还没有解决的一些账，先给解决掉，然后，如果是你自己本身就已经在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就是决定要离婚了，那我觉得你自己可以先解决掉这样子。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呢，我觉得因为他现在可能家庭或是一些他自己那边的一些状况没有办法那么快解决，那你也帮不了他，那你就尽量不要太过度的去吵他，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们的 key card 是月亮，那月亮牌它本身其实就已经有代表浪漫的恋情，还有就是夜晚的联络。那所以我会觉得是说，我觉得你们两个彼此是有喜欢对方的啦。那虽然感情，我觉得你们两个感情应该进展到一个，我觉得应该就真的就是只差谁告白了，或者是只差谁求婚了，或者是就差那临门一脚的状态，只是因为现在有其他的事情被耽搁了，那我会觉得你其实就稍微再等等吧。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是可以值得期待的，而且之后是会有很明确的进展的，就你不用太担心，好吗？那现在因为他真的状况不好，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太烦他啦，就是保持一定的关心，小小的传达你的心意是可以，可是不要太多，或是去逼迫他一定要做什么决定，这样会比较好一点。OK， 好，那第3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